这是 Google Research 和南加州大学联合搞的 ME-POISE 框架。以前大模型理解一个地点，全靠它的名字、地址、类别这些静态文本。ME-POISE 干的事儿，就是把人们到底怎么用这个地方、几点来、待多久融进地点向量里。这条线你频道从去年9月一路讲下来，先是 Gemini Flash 冲推理速度，再是 MRPHS 暴露持续学习缺陷，现在到 ME-POISE， Google AI 的重心明显从让模型更快转到了让模型真的理解物理世界在发生什么。这一步是往空间智能走的。这是 Google Research 和南加州大学联合搞的 ME-POISE 框架。以前大模型理解一个地点，全靠名字、地址、类别这些静态文本。ME-POISE 就是把人们怎么用这个地方、几点来、待多久融进地点向量里。这条线你频道从去年9月一直讲，先是 Gemini Flash 冲推理速度，再是 MRPHS 暴露持续学习缺陷，现在到 ME-POISE， Google AI 的重心从让模型更快转到了让模型真的理解物理世界。这一步是往空间智能走的。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像 Gemini 这样的模型，它理解地点的依据是名称、地址、分类，它能告诉你这是家咖啡馆，但分不出快咖啡还是社区店，泡通勤族翻台赚钱的快咖啡，还是让人泡一下午的社区店，它分不出。这全靠一套精巧的嵌入层，它把地点、时间、用户类别拼成向量，然后互相预测。每次有人进店， ME-POISE 继承3元组坐标，几点来几点走，坐标给 Space2vec 做多尺度空间编码，到达和离开时间给 Time2vec， 然后拼一起送进4层8头的 Transformer， 把访问变成一条向量。单看一次访问没用，得有参照系。ME-POISE 给每个地点设一个可学习的原型向量，用 info-NCE 对比损失，把这家店的访问往原型上拉，把别家的往外推。训练完，原型成了功能质心，客人快闪还是久坐，全被压进这个向量里。但这套打法有个要命的现实，洛杉矶39000多个地点里，只有 9.07% 访问量超过100次，剩下全是冷门。怎么办？用 0.313公里3档高斯核，把附近热闹地点的访问节律扩散给冷门地点，再用 KL 散度逼嵌入去预测借来的规律。但这套打法有个要命的现实，洛杉矶39000多个地点里，只有 9.07% 访问量超过100次，剩下的全是冷门。怎么办？用 0.313公里3档高斯核，把附近热闹地点的访问节律扩散给这些冷门地点，再用 KL 散度逼嵌入去预测借来的规律。但先别急着兴奋，它真正烧钱的不是 GPU， 是数据。模型算力一张 V100 就能搞定，但吃的是 SafeGraph 这类授权商的足迹数据，外加 POI 多边形边界。可问题来了， SafeGraph 的数据主要来自手机信号，平均每天才更新一次，覆盖不到咖啡馆下午茶那种短时人流。别说你没有第一方访问日志，就算租来数据也难复现它在纽约的动态区分，两家同文本向量的咖啡馆访问节律截然不同。模型再强，数据这关过不去，框架跟你没关系。但数据不过关，再强的模型也白搭。先看它怎么收集数据的。他们在洛杉矶和休斯顿的地图孵化任务上测了35个模型成任务组合，34个有提升。最狠的是访问意图预测，叠加 ME-POISE 后 Gemini 的 F1 涨了 81.9%， 预测多盲，平均绝对误差砍掉 24.7%。最打脸的在这儿，有一个只拿移动数据训练，完全没看文本的 ME-POISE 变体，在预测洛杉矶某地价格水平时，准确率 0.600， 直接超过 Gemini 的 0.559。 也就是说，光看人们怎么用这个地方，比看100页文字描述更能猜中它贵不贵。可这种猜法，光看使用方式就够了吗？ ME-POISE 还想再进一步，让文本编码器也学到这层。把它的嵌入拼进 E5 GTR T5 OpenAI Large 里，休斯顿价格分类上
GTRT5 的 F1 涨了 75.1%，15在预测永久停业上 F1 也涨了 6.5%， 谁不带上它谁就吃亏。可这种猜法光看使用方式就够了吗？ M1 POISE 还想再进一步，让文本编码器也学到这层，把它的嵌入拼进 E5、GTR、T5、OpenAI Large 这些模型里。休斯顿价格分类上 GTR-T5 的 F1 涨了 75.1%，E5在预测永久停业上 F1 也涨了 6.5%， 谁不带上它谁就吃亏。所以它的软肋也摊在台面上，两个城市只有约 9% 和 7% 的地点能当锚点，其余全靠高斯河去借。数据覆盖越差，借来的规律越失真。休斯顿就出现 Gemini 叠加后反而下降 0.4% 的单一回退。但别忘了，这个下降是在数据稀疏区出现的，说明模型对数据质量极其敏感。它强，但对数据的依赖也是硬约束，这恰恰是传统数据清洗技能的死穴，也是求职者卡在没经验循环里的根因。想破解死循环，首先得搞清楚你的数据够不够格当锚点。那你频道这条线拉通看，去年讲模型怎么跑更快， MRPHES 说持续学习怎么失效，而 MRPHE 这次回答的 AI 能不能真的读懂物理世界的使用方式。从效率到空间智能， Google 这条路线图越来越清晰，但社区里吵翻了。传统数据科学技能在 ChatGPT 时代是不是该淘汰？ MRPHE 恰恰证明，光有模型不够，还得有空间数据的理解力，这活纯靠大模型聊天可干不了。所以别急着焦虑，路线图暴露的是空间智能这块，传统功底依然硬核。这结论再明白不过，空间智能的功底还得靠传统那套硬功夫。谁该上？你手里有第一方访问日志、地图导航数据，或者能买得起 SafeGraph 授权的团队，这个框架能直接帮你练出一把超越 Gemini 的地理商业洞察利器。谁别碰，没有独立数据源，指望下载官方全值直接跑的，暂时别想，代码和全值都没开源，硬上只会把自己耗死在数据采购上。